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浪。今天我们来一起回顾下杨思明版的《金瓶梅》。北宋宣和年间，山东金河县当地有一位风情妩媚的美貌妇人潘金莲。金莲原是当地富绅张老爷家的丫鬟，被张老爷强行霸占，奈何张老爷是个妻管严。张夫人一怒之下，为了惩罚勾搭老爷的潘金莲，将她嫁给了当地最丑的矮男人武大郎。武大郎人称3寸钉骨树皮，他身材矮小，相貌不佳，能力也差，与潘金莲的婚姻生活并不幸福。久而久之，导致了身居闺房的潘金莲内心寂寞愁苦，无处排解。恰在此时，清河县有个药材商人西门庆盯上了美艳的潘金莲。西门庆心痒难耐，立刻找到了住在金莲隔壁的王婆帮忙，让对方想办法把潘金莲弄到手。与此同时，武大郎还有个高大威猛的弟弟武松。武松在景阳冈打虎归来，被当地知县任命为都头。衣锦还乡的武松住进了哥哥的家中。潘金莲见到小叔子武松相貌英俊，身材挺拔，难免心生爱慕，常常用言语撩拨对方。奈何武松耿直忠正，心中始终存着礼教大方，因此面对嫂子的示爱，武松显得非常抗拒。武松的刻意闪躲让潘金莲内心苦闷，殊不知也因此让潘金莲落入了西门庆的魔爪。西门庆趁虚而入，他让王婆约见潘金莲来家里做针织女工，期间为西门庆制造机会。寂寞的潘金莲半推半就之下，与西门庆勾搭在一起，从此走上了万劫不复之路。不料当地卖梨的允哥发现了两人的丑事，告诉给了金莲名义上的丈夫武大郎。武大郎气势汹汹地上门捉奸，结果反倒被身怀武艺的西门庆给踢伤，从此卧病在床。潘金莲面对受伤的武大郎，内心充满愧疚，主动去药房为他买药，却没想到西门庆心狠手辣，竟然利用自家的药房，故意给潘金莲开了一副毒药，害死了武大郎。事后王婆替西门庆配合，要挟潘金莲遮掩此事，将武大郎草草埋葬。不久，武松外出归来，得知哥哥惨死的噩耗，对此事产生了怀疑。他持刀逼问了王婆，得知县城的商人西门庆与此事有关，但武松并不认得西门庆。西门庆找人穿上自己的衣服，在酒楼设下陷阱。武松不明真相，仓促出手，竟然误杀一名无辜之人，导致被次子发配。西门庆再找王婆威逼潘金莲，潘金莲对武松的确是真爱，为了保住情郎的性命，答应嫁给西门庆做第5房的妾室，从此沦为了西门庆的玩物。一入豪门深似海，西门庆的几房妾室个个都是厉害狠毒的角色。潘金莲刚嫁入西门府，就受到了其他几房妾室的教训和侮辱，让她苦不堪言。潘金莲打算上吊自杀，结果被西门庆发现，反而招来西门庆更残酷的虐待。绝望之中，西门庆正是吴月娘给潘金莲的身边安排了一名丫鬟春梅。善良的春梅照顾了浑身是伤的潘金莲，春梅也成了潘金莲在西门府唯一可以信赖的朋友。西门庆风流成性，外号清河县第一人妻控。西门庆有个结义兄弟花子虚，两人名为结义，实则是西门庆又盯上了花子虚的妻子李瓶儿。李瓶儿也不是一位简单的女人，她与西门庆互相看对眼，两人开始背着花子虚私通。某天深夜，西门庆在花府喝得酩酊大醉，回到家让春梅伺候自己。可就在春梅整理床铺的时候，兽性大发的西门庆将春梅扑倒凌辱。事后春梅痛不欲生，想要举刀杀死西门庆，却被潘金莲阻止，劝说她应该好好活下去。潘金莲在西门府艰难求生，然而她始终放不下心真正的爱人武松，也由此引发了一场危机。武松被发配沧州之后，寄回了一封信给清河县的潘金莲，结果这封信被西门庆的妾室孙雪娥给发现，找到西门庆告状，想要趁机打压潘金莲。然而当西门庆去潘金莲房间搜索武松书信的时候，却并未找到。春梅和潘金莲趁机反将一军，导致孙雪娥被西门庆痛打，因为一场意外失火被烧死。但危机并没有结束，那封失踪的信件其实落在了西门庆的女婿陈经济的手里。陈经济是个猥琐奸诈的人，早就觊觎美貌的潘金莲，便以书信相威胁，强行侵犯了潘金莲，被威胁她成为自己的玩物，连金莲身边的春梅也不放过。另一边，西门庆勾搭了李瓶儿的事情东窗事发，被花子虚发现，西门庆却将花子虚打伤，原本身体就虚弱的花子虚因此一命呜呼。李瓶儿这时又认识了大夫蒋竹山，西门庆心胸狭隘，为了报复蒋竹山和自己抢女人，他设计把蒋竹山绊倒困在鞭炮里，导致他毁容瞎眼。之后李瓶儿也嫁到西门庆府上，成为了第6房妾室。春梅救了蒋竹山，蒋竹山为了报复西门庆，送给春梅一瓶销魂药酒和退火汤，喝完前者再喝后者，使人从火堆里掉入冰窟里，能够让人油尽灯枯。
从那以后，春梅开始暗中给西门庆下药。西门庆喝药之后，导致身体日渐被掏空，并发生了醉闹不套架事件。很快，西门庆因为身体不适，请来一名女大夫上门诊治。西门庆见这位女大夫姿色出众，立刻将对方勾搭到手，却没想到这名女大夫其实是蒋竹山的妹妹蒋慧莲。蒋慧莲为了替哥哥报仇，假意配合西门庆，并抓破他背上的皮肤，利用手上沾染了一名重病者的血痂，让西门庆交叉感染了花柳病。西门庆为了缓解病痛，开始沉迷嗑药，身体日渐衰弱。与此同时，李瓶儿嫁入西门府后怀孕，为西门庆生下了一个儿子。蒋竹山趁机抢走婴儿，并当着西门庆的面将孩子摔死，然后自杀身亡。西门庆见孩子惨死，也大病不起。失去孩子的李瓶儿得了失心疯，不顾阻拦跑出了西门府，最后淹死于河中。西门家经过一连串的风波，已经来到了衰败的前夜。偏偏就在此时，原本看似不参与内宅争斗的西门庆正是吴月娘，露出了野心歹毒的一面。此时的西门庆已经病入膏肓后，为了谋夺家产，吴月娘和他的哥哥联手私自给西门庆下药，最终让西门庆死于马上风。西门庆暴毙，吴月娘得到了西门家的万贯家财。不料他们的阴谋却被春梅发现，为了杀人灭口，吴月娘让哥哥前去杀害春梅。吴月娘的哥哥却被春梅感化，将她放走。春梅阴差阳错嫁给了一位官员，从此脱离苦海。她劝说潘金莲也离开西门家。此时陈经济主动站了出来，西门庆死后，他也被吴月娘赶走。陈经济虽然当初将潘金莲视为玩物，却逐渐爱上了潘金莲，因此想要带潘金莲私奔，结果被吴月娘给发现。事后陈经济被打死，潘金莲也被吴月娘卖进了青楼。另一边，下线了几级的武松从沧州牢城出逃，逃亡途中结识了梁山好汉宋江。武松委托梁山的鲁智深等人回清河县，替自己去西门府打探潘金莲的下落。吴月娘害怕武松报复，谎称潘金莲已经改嫁他人，跟人私奔离开了清河县。转眼1年过去，武松重返清河县，意外在青楼撞见了潘金莲，将她救出魔窟。武松带着潘金莲一起拜见了自己的大哥宋江，想带着他一起投奔梁山，但宋江却暗示潘金莲，武松是江湖好汉，如若带潘金莲上梁山，会遭到其他好汉的耻笑。武松得知宋江想要赶走潘金莲后，便打算带着潘金莲一起浪迹天涯。然而此时的潘金莲早已心如死灰，他对自己不堪回首的过往耿耿于怀。宋江的话成为压倒他生命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武松与潘金莲相约在海边，两人终于抛开世俗的枷锁，做了一夜夫妻。第二天天明，潘金莲借口支走武松，等武松离开后，潘金莲在海滩写下了一句永不相忘后，毅然选择了割腕自杀。等武松归来，见到潘金莲的尸体已然冰冷，悲痛欲绝的武松将潘金莲的尸体放在了一座铺满鲜花的竹筏上，随着海潮飘荡远去。其实相比原著来说，这版电影中西门庆对潘金莲主要在肉体之欲，陈经济对潘金莲一开始将其视作玩物，却在后来动了真情，想要带潘金莲出逃，结果因此惨死。武松是潘金莲心中最爱的情郎，可武松不堪逾越礼教人伦，直到最后才想要带潘金莲浪迹天涯。但此时的金莲内心早已千疮百孔，为了成全武松的大义，他选择了自我牺牲，独自背负千古骂名。这样的魔改足够颠覆，故事拍得安稳动人，甚至看到结尾，内心生出一丝感动与同情。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一幕是剧集结尾，金莲与武松诀别的那一幕。夕阳余晖下，两人行走在沙滩上，昏黄色调的剪影极为贴合那种悲怆哀婉的氛围，为两人的悲剧埋下了伏笔。1494年，李隆继位，他是一个暴君，只要是他喜欢的女人，无论何时何地，直接就地执行。为了享受世界的美丽，还专门设立的彩虹花使者，只要有点姿色就会被强行送进宫，连青楼女子都不会放过。他就是以疯狂和残忍著称的燕山君李隆。他扭曲的人格和他的悲剧经历分不开。年幼的燕山君亲眼看到母亲悲惨的死去，当他独自掌权时，恰有一父一子两奸臣，献上燕山君母亲带血的遗物献上，告诉他尹氏当年死于迫害。燕山君悲愤之余又借题发挥，开启了一次政治势力的大清洗，将宫中曾陷害过母亲的宫妃和反对自己的朝臣逐一杀害，一时间闹得人心惶惶，史称甲子是祸。从此那对父子便平步青云，成为了君上认为身边唯二的忠臣。这一天，一个花魁找到了男人，男人每天喝一坛酒，女人就要褪去一件衣服，因为他们在打赌，如果男人喝醉了，就会带她进宫享受荣华富贵，反之就要裸奔。起初女人信心满满，当她褪去最后一件衣物时，看到男人没有醉倒之意，开始变得慌张，于是赶忙跪下求饶。
男人将酒泼向花魁，疯狂大笑起来。崇载是国家第一大奸臣，在王上面前阿谀奉承，实际上把皇帝当傀儡。而皇帝是个实实在在的暴君，从接到母亲的血衣开始，心里的阴暗和扭曲找到了突破口。他听从奸臣摆弄，大举杀戮前朝妃子和臣子。因为罪孽深重，严申君心里很害怕。他问崇载：“你觉得我是什么样的人？”崇载作为一个奸臣，熟练掌握哄骗君王的伎俩，骗得严申君喜笑颜开，于是命崇载为采花红石，去民间为他选秀，只要是长得好看的都要被带到宫里。崇载来到一个官员家里，因为当初父亲被罢职时，对方没有出面求情，反而落井下石，于是通知官员将女儿送到宫里，随后潇洒离去。他来到街上，看到了一场表演，女人曼妙的身姿，端庄的五官，让一向冷漠的崇载仿佛看到了初恋一般。等表演结束，他跟上丹溪，却被一群村民围住，幸好被丹溪救下。等崇载醒来时，丹溪赶忙跪下，以要还债为由，请求带他进宫选秀。面对如同初恋的女人，崇载拒绝了。第二天，他发现丹溪扮成官员的女儿混入了选秀的队伍，他并没有拆穿，崇载的父亲却不乐意，想派随行士兵毁了丹溪，幸好被崇载及时救了下来。他问丹溪为何一定要进宫，得到的回答依旧是替父还债。这边花魁为了能进宫，找到了严申君的奶奶，顺利混入选秀的队伍。进宫后，严申君为了女人们能更好地服侍自己，他专门安排了人教他们侍奉自己的技巧。每天天刚亮，女人们便要早早地起床，让宫内的女官们检查身体。她们必须拥有圆润的嘴唇、绸缎般的长发，以及纤细的脚踝和腰肢，还要通过大腿夹苹果、跪地啃柿子等侮辱性极强的方式来训练自己的力量。经过日复一日的训练，他们终于能见到严申君的真容了。而严申君的第一道考核，就是让这些精挑细选出来的女人们试菜。上次挑衅崇载的花魁也在队伍里，她也成为了第一个通过考核的女人。而丹溪自然也不会落后，她夹起一堆难以下咽的东西，毫无波澜地咽了下去，这让严申君很是兴奋，因为这是他最喜欢的牛子宫。随后丹溪又一语道破王的内心疾苦，让他如获至宝。丹溪成功的得到皇上的青睐，可崇载却后悔把他带进宫中。面对丹溪，他看得入迷，尘封的记忆被慢慢打开。原来两人曾是青梅竹马，后因崇载父亲的举报，丹溪一家被当成逆贼惨死在刀口之下。严申君面对漂亮的丹溪，对他更加喜爱。自从丹溪出现后，崇载的心思都在他身上，只要丹溪遇到了麻烦，他立马出面解决。而崇载不知道的是，丹溪的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冤死的父亲报仇，这才是他的真正目的。这天，严申君举行了歌舞会，丹溪一身英气的打扮表演舞剑，他想趁此机会刺杀严申君，而崇载的父亲也想趁此杀了他。就在丹溪剑指君王时，远处的黑衣人也射了一支箭，崇载眼疾手快救下了丹溪，场面一度混乱。事后，崇载与父亲争执，他怒斥这种做法，因为没找到凶手。严申君勃然大怒，趁此机会铲除异己，于是又一场腥风血雨开始了。这天夜里，崇载希望丹溪能够放弃复仇，但他又怎会知道丹心的心情？两人不欢而散。这一幕却被远处的花魁目睹。第二天，严申君抱着罪臣的妻女，当面射杀他们的亲人。女人为了保住丈夫性命，竟当众讨好君王。即便如此，暴君依旧没有放过她。女人十分绝望，一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严申君非常气愤，将所有罪臣乱箭射死。随后，崇载为了解救丹溪，将他加入了淘汰名单，这样就可以立马出宫，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但是丹溪满脸恨意，觉得崇载多管闲事，一并被淘汰的还有花魁，他不甘心就此离开，于是就找到了一个官员，稍微打点了一下。第二天，官员将花魁和丹溪带到大殿，争夺选秀的第一名。崇载极力阻止，却也没什么用。他知道这都是花魁搞的鬼。晚上，崇载找到丹溪，告诉他侍奉君王需要注意的事项，随后不舍得离开。两人比试后，丹溪成功获得了第一。严申君想杀了花魁，当做第一名的礼物，幸好被丹溪一把护住。面对貌美如花的女人，君王放过了花魁，他让丹溪的第二天晚上侍寝。崇载听到这个消息，脸都黑了。第二天早上，崇载大胆请求将丹溪赐给他。严申君不同意，两人不欢而散。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丹溪被送到宫里，而丹溪也打算就在今晚刺杀严申君。可狡猾的严申君怎么会不知道丹溪的心思？他早就埋伏了侍卫在身边。丹溪刺杀失败，他被捕入狱。第二天，在刑场上，严申君杀了丹溪的仆人，还挖根刨坟，将父亲挫骨扬灰。他无力地嘶吼着。随后，严申君开始责问崇载父子，父亲十分害怕，却舔指严申君脚上的墨汁。
燕山君给重载一把匕首，让他杀了丹溪，以此表明忠心。而重载先给丹溪服下假死药，随后痛心地扎向丹溪，事后赶忙让花魁前去解救。经过此事，重载决心反抗君王。他表面上继续替君王实施暴政，实际是为了让民意愤怒到极点，趁此发动暴乱。晚上，重载带燕山君去看秀女，目的就是为了制裁他。这个残暴的君王最后的结局竟是被猪群啃食殆尽。随后他穿上君王的衣服，接受丹溪的审判。此时父亲却赶了过来，一箭射伤了丹溪。为保护心爱之人，两人争执起来。重载一箭刺向自己，想以此解决这一切，但父亲认为这都是丹溪的，准备提前刺向他时，叛军赶到，一箭结束了父亲的生命。在一场大火之后，一代君王的暴政结束。奸臣在我看来，它是一个披着情色外衣的历史故事。抛开他的情色外衣，我觉得比起女主女二号更为出彩。这部电影还是比较有内涵的。影片中的燕山君因为幼年的一些形象，所以残暴无比。电影的最后，大雪纷飞，剧情落幕，视线停留在雪中梅微笑的脸上。故事已经成为了故事。当时故事中的主角们茶余饭后在街头巷尾讲述着曾经的自己，就像讲述一个熟悉的老朋友，讲述着这段历史。影片采用回忆的当时，老奶奶的声音坐在旁白时不时会出现。看整部电影时，我都是伤感的。但到最后一幕，他在街头瘸着腿做手艺人，唱着奸臣的歌，跳着蹩脚的杀奸臣的舞，突然停下来，顺着眼光看到他，那一刻总有千言万语也不必诉说，即使前尘往事多么沧海桑田，也不会后悔。整个电影这最后一幕，爱饱满的盈满了眼眶。而最后叛军冲进皇宫之后，也值得让人深思，他们推翻暴政后，是不是成为另一个燕山君？金庸为了名报销量，不得不写一些很魔幻又很刺激的场景来取悦读者。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，每天文章结束总要给读者留下一个悬念，吸引读者再次购买下一期的报纸。所以许多情节纯粹是为了迎合吸引读者，都是故事发展本身并不需要的。在射雕和神雕中，这种情节尤为之多。金庸甚至删掉了5万字左右的情节。在最初的连载版中，杨过出场时只有14、15岁，但他小小年纪居然已经成了所有女的杀手。除了年轻的女孩子都会被他迷住外，即便是50多岁李莫愁以及中年美妇黄蓉都无法抵挡他的男性魅力。其主要原因，除了她长得非常漂亮，纯白齿白，就是她体有异香。根据金庸的描述，那是一种说香不香、说臭不臭的特殊味道，而且是从她腋下发出。李莫愁开始看到她这个美少年，心中已经就有了好感。后来李莫愁把程英与陆无双掳走，又被杨过突然一把抱住，他立马就有了异样的感觉。原文描述道，少年虽是小小年纪，身上自有一股荡人心魄的男子气息。李莫愁陡然间遇到，竟如痴如呆，心怅骨软。如果其他人抱住李莫愁，恐怕早就当场丧命，但杨过居然就有这种魅力，让李莫愁当场全身发软，有功夫也使不出来。如果说李莫愁是个黄花老太婆，抵挡不住杨过的诱惑，那倒也罢了，但自己有老公的中年美妇黄蓉遇到杨过，居然也会胡思乱想。黄蓉推了杨过几下，鼻中又是闻到一股气息，这气味奇特异常，说它香不是香，说臭更不是臭，从那少年腋下发出，不觉心中一荡。黄蓉不自禁的脸上微现红晕，向郭靖斜目望了一眼，心想这时候竟会想起咱们的新婚之情，当真好笑。杨过生理上的这个功能和古龙笔下的楚留香有偏，这两个男人身上的香味都是自然形成，并没有喷古龙香水。可能金庸也认为这种设定太过夸张，因此在3连版中删掉了这个设定。在连载版中，人物之间的虐恋比3连版要严重的多。杨康玷污了秦南琴，生下了杨过，但秦南琴内心深爱的又是郭靖，郭靖深爱着黄蓉，又把秦南琴当成自己的妹妹爱护。金庸还嫌这不够乱，又让他们中间夹杂了一个穆念慈。总之人物关系有点乱七八糟，人物之间互相虐恋的很厉害。后来的3连版中去繁就简，把秦南琴和穆念慈合并为一个人物。在连载版中，杨过自幼没有父亲，母亲也在他5岁那年被毒蛇咬死。近8、9年来，他在江湖上流浪奔走，到处遭人白眼，以致生就了一副愤世嫉俗的乖具脾气。那怪人与他素不相识，居然对他这等好法，可说是他生平从未有之事。杨过禀受父母遗传，性格趋于极端，
对人好起来可以甩了自己性命不要，但只要别人对他稍有侮慢轻蔑，他会终生记恨，千方百计的要报之而后快。他热起来如同一团烈火，冷起来却又寒于冰雪，这脾气于人于己都有好处，然他自求孤苦，受尽了别人屈辱，以致如此，实也难怪。个性也比后来3连版小流氓好，符合后面的行为。另外见到郭靖没有说你老子，而是冷冰冰的说自己叫秦蛇儿。阿浪觉得这个杨过更像后来骄傲、孤独、天真的杨过。3连版的怪不得有人说像韦小宝。连载版杨过在拥有神雕之前，还有一只非常厉害的小红鸟，它相当于是一个武林高手，一上来就和李莫愁打得难解难分，后来居然还把李莫愁的一只眼睛啄瞎了。阿浪今天详细解释下小红鸟的来龙去脉。血鸟出场的情节处在郭靖黄蓉密室疗伤以及西盟旧约结束之后。连载版在西盟旧约之后，黄蓉是和郭靖分开了一段时间的。郭靖独自去皇宫找洪七公未果，再返回去越州准备跟上黄蓉，而黄蓉是直接去越州的。不过之间发生了很多事情，黄蓉一路上行侠仗义，帮忙对付压榨欺负百姓的铁掌帮人以及和铁掌帮勾结的县官衙役，而郭靖则后一步刚好遇上强抢民女的县衙都头和士兵。血鸟就是在郭靖救了秦南秦之后的晚上第一次出场的。这鸟身子只比乌鸦手大，肩喙极长，约有半尺，站在当地有目四顾，虽一只小小鸟，却似有极大威严。神雕侠侣里的蛇和鸟的大战大家都很熟悉，杨过在断臂之后偶遇大雕和大蛇打架，杨过帮助大雕后开始了自己的各种奇遇。其实蛇和鸟的恩怨在射雕里就开始了，而射雕里的蛇鸟就是毒蛇和血鸟，血鸟是毒蛇的克星，克到自己翻肚皮送蛇胆给血鸟吃的地步。血鸟的通灵程度不亚于独孤求败和大雕，你甚至可以把它当人看。原文描述道，已知有人暗算，又有人从中相救，向着郭靖和南秦点了点头。郭靖出手帮他，他还向郭靖点头致意。血鸟不仅不怕火烧，而且被烧之后还能熠熠生光，发出异香，让毒蛇自相残杀。郭靖第一次捉鸟是打算给黄蓉玩的，为了收服他，郭靖和他各种武力相斗，而血鸟像个武林高手。原文描述道，那血鸟知他是适才出手相救之人，并非仇敌，注目凝视，能如武林高手般几发即收，一扑之势未曾用足，立即倒退，他甚至会假死脱身。郭靖第二次捉鸟是在黄蓉现身和他重聚之后，黄蓉的方法是喊大鸟捉小鸟，用双雕去抓住血鸟。最开始2只大鸟一起捉血鸟都没什么效果，若非以2敌1，白雕几乎要吃败仗。然后黄蓉想了一招车轮战，消耗血鸟的体力，终于把血鸟勒趴下，然后抓住了。第二天，血鸟认黄蓉为主人，服了黄蓉了。原文描述道，当下心生一计，搓唇吹哨，召那雌雕下来，停在自己肩头休息，让那雄雕单独追逐血鸟，待留雄雕追赶1周，再放雌雕上以接替。那血鸟一刻不停地飞翔，双雕却以车轮战之法耗它气力，如此来回追逐6、7次，血鸟果然无法支持，越飞越慢，被雄雕疾飞赶上，一翅打下地来，双翼击突，却已上升不得。那雌雕抢去抓住，送到黄蓉手中。这个血鸟不仅撒娇，还护住，曾多次帮助黄蓉退敌，平常的时候都是躲在黄蓉的袖口里的，黄蓉有危险的时候就会飞出来帮忙刺瞎敌人的眼睛。血鸟还非常的具有玄幻的色彩，蛇见到血鸟一个个都翻肚皮，把蛇胆献上。最神奇的在于它洗澡是用火洗的，黄蓉没事就点一团火，让它痛痛快快洗澡。现在来看只能存在于玄幻小说里。在黄蓉被裘千仞打伤之后，铁掌帮用毒蛇想围攻黄蓉，血鸟又来帮黄蓉退敌，而且他看到火就很兴奋，看到火就想去洗个澡。血鸟不仅保护了主人，还给了黄蓉坐雕下峰顶灵感。之后就是靖荣2人在田掌峰峰顶乘坐双雕准备飞走，裘千丈死死抓住黄蓉不放。黄蓉危险之际，血鸟飞来啄向裘千丈，救下了黄蓉。血鸟删去之后，变成另一只白雕，救下了黄蓉。不过这个血鸟貌似是个路痴，在青龙滩和黄蓉走散之后，就只能飞回老家了，与南秦相聚。后面竟有偶过捉血鸟的地方，再次和黄蓉相遇，顺便协同2只大白雕一起斗彭长老。救下南秦之后，黄蓉把血鸟送给秦南秦母子做助手，所以才有了旧版神雕杨过出场的时候身边有一只小红鸟。可惜血鸟在神雕出场没多久，
就因为弄瞎了李莫楚眼睛，被一掌给打死了。不过射雕里血鸟的存在感已经是相当强了，血鸟附身，静容又是双雕，又是红马，又是血鸟的，讲道理可以开个神宠动物园了。连载版里未删除的情节显示，双雕和红马最后比起郭靖都更听黄蓉的话，而后来这些魔幻情节都一一删除了。无疑，相比于报刊连载，后来的3连版更注重作品质量和影响力。金庸后来修订时删去了大量诡异、奇葩、香艳的描写，这也使作品更加纯净，文字更加优美，思想内容更加健康，更加正能量。但同样也留下了很多的疑点和问题。3连版还算是比较好的，新修版很多内容确确实实有很多不被人接受的地方，这也算是一大遗憾吧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